在大部分品牌做加法的时候，一个只会做减法的品牌出现了。它既不张扬，也不沉迷于浮华，而是在设计中表达一种精粹。这种精粹并非简单的降低设计的复杂度，而是一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让人重新审视时尚的内涵。大家好，我是 Rosie，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拥有的 The Row 单品，介绍一下他们的经典包款以及我对这个品牌的看法。先和大家比较快速的过一下服装趴，然后再细细探讨包包的部分。这件 T 恤是前年购买的，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这个手绘的图案，它叫做 Breakfast Tee 早餐 T 恤。我个人很喜欢吃早餐，倒不是喜欢吃，而是喜欢那个氛围，尤其是咖啡厅或者 pub 的早餐时间。而且经典的早餐就是培根和蛋嘛，所以这个图案我实在是太喜欢了。当时他们出了一个系列，都是儿童绘制的图案，然后印上去的，所以有一种童趣又很艺术的感觉。相同的设计，他们也出了儿童的衣服，上面那个红色的点点应该是保留了原作的不完美，不是工艺瑕疵，因为我当时试了2件，在同一个地方都有相同的点点。它比较薄，但不至于特别透，而且不会给我很容易坏掉的感觉。剪裁比较合身，但不是那种性感的贴身，依然是比较放松现代的感觉。它的材质是100%有机棉，远看上去好像确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仔细观察和穿着之后会发现质量非常好，非常舒适。它的单价很高，要330磅。我是趁打折的时候半价入手的，我非常喜欢和珍惜这一件。这件灰色的羊绒连衣裙在之前的羊绒衫合集中有和大家见过面，手感柔软，针织细腻，不起球。The Row 的衣服的共同点就是面料的质量非常高，设计上简洁大气，做工非常好，价格非常高，有的单品的价格甚至有点吓人。所以我会非常推荐大家把握 sale 的时机。如果单纯从质量出发去评判The Row的话，那么没有缺点可言。对于细节的处理，甚至具有工匠精神。穿这种衣服可以收获一种身体的舒适和内心的深层满足。他们的大衣也是标志性的单品之一，我非常期待能够遇到一件合适的。接下来是包包的部分，我这4个包有4种颜色， 3.5 种皮质，也是很刚好，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是 Margot， 这算是 The Row 最经典的包款之一了吧。我入手的这个是10寸绒面麂皮 Teal 水鸭绿色，或者叫蓝绿色。我日常使用的基本都是超级小包，本来我对 Margot 是没有太多兴趣的，但 Teal 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之一。The Row 用它加上这种丝绒质感的麂皮，实在是太吸引人了。我觉得这辈子很难再碰到这个组合，所以我不想错过它。而且入手的时候，我正好有一个烦恼，就是我的包实在都太小了，但凡想多带点东西出门都不允许，其他的大包又都太大了，我就刚好缺一个这种尺寸的手提包，所以当时就入手了这个10寸的。说实话，对于 Margot 这个设计本身来讲，我个人觉得还是大一点的尺寸更能彰显它的魅力。但要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的话，还是要看身高、风格和实用性。像这个10寸的对我来说日常用刚刚好，再大一点就太累赘了，就像 Celine 的16根本用不着它，太大了。所以还是看个人的需求，让设计去为你服务。每一个尺寸都有它的优点。Margot 是一个开口的 tote， 拿取东西很方便，有2个提手，10寸的还配有一条可拆卸的长肩带。The Row 的麂皮处理得相当的好，这个质感实在是太好了，就像是丝绒一样。
Margot 有很多不同皮质的选择，有荔枝纹，有光滑的牛皮，还有帆布、麂皮，有软的，也有硬挺的结构，很多选择。它的具体测评和更多尺寸的比较，我会出一期专门的视频来细说。Margot 是非常摩登、现代、洒脱的风格，很好用，也很好搭，有不同的尺寸来适应不同的生活需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设计。Slouchy Banana 这个包之前有做过具体的测评，这也是他们的经典作品，有2个尺寸可选，我这个是小号的牛皮栗子棕色，大号有帆布材质的选择。最近他们推出了麂皮的 Banana， 相当的帅气，我觉得比牛皮的还要有质感。Banana 是比较慵懒、休闲、放松的风格，它的设计很有趣，同时又很实用，出门去个超市、逛街、溜达，甚至旅行时背着它都非常方便。我去年有4次旅行都是背着它出的门，而且很好搭配，穿简简单单的衣服就可以很有质感。如果你在寻找一个 casual 方便实用可以解放双手的斜挎包，我会非常推荐 Banana。 90s 这个是我期待入手很久的一个小包，它一面试我就特别喜欢，但我行动太慢了，一直到1个月前才入手，因为我总想测试自己，看看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喜欢，有多喜欢，确定了心意才会入手，所以就导致我错过了很多买到的机会，以及刚面试时候的价格。它最初的售价只要800磅，但我没买啊，到后来的时候就买不到了，我到处找都找不到。去年后半段开始慢慢回归，但价格步步攀升，截止到现在已经涨到了1010磅，这个涨幅真的是有点夸张，但也没办法，它肯定不会再降回去。哦对了，我还没说 Margot 的涨幅呢，先卖个关子，等测评它的时候给大家揭晓。 Anyway， 我上次去逛街的时候，刚好他们新到了2个牛皮的 90s， 一黑一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肯定是买黑色的，但当时那个黑色的纹路气孔有点过大，那个皮就显得不是很精致，和我以前看到的特别细腻的皮有很大的差异，而且那颗包上有几条非常明显的颈纹，所以我没有办法收那一颗。巧的是呢，当天的穿搭还特适合这颗白色的，我就觉得好像白色的冬天也能用，夏天更能用，而且我刚好缺一个白色的包，所以就入手了这个。它不是纯白色，是比较收敛的象牙白，所以会更有质感和层次感。90s 的设计一目了然，就是一个小方块，但我觉得它的能量非常巨大，平时出门买个东西，周末去见朋友、逛街呀，去公园溜达呀，甚至是比较正式的场合都可以使用，可咸可甜。我还陆续见过几个绒面和正绒面的 90s， 天哪，实在是太可爱了，有深蓝色、咖色、棕色的，无一例外都非常漂亮，非常可爱。我唯一的考量是我怕夏天用麂皮会稍微有点厚重，所以还是选择了普皮。但如果你就是心仪绒面的 90s， 我觉得没有必要犹豫，它们真的非常的 adorable， 质感超级好。The Bee 一个比较小众的没有那么爆款的包，是去年出的一个季节款，它是长方形的竖版的小包，使用的是光滑的牛皮。这个牛皮呢，就是有点 troublesome， 很娇嫩，很容易有划痕的那种。对我来说这倒不是个问题，我就是喜欢它的这种质感，我会尽力去保护它，但如果真的有意外，那也坦然接受。我不会因为一个无法预知、尚未发生的意外而去拒绝这么美丽的皮革。
这个包包呢，产量好像没有很多，也没有成为经典款，但我觉得它非常漂亮，而且特别适合日常使用。别看它这么小，但有4个隔层，内外全皮，容量对于喜欢轻装上阵的人来说也足够了。我特别喜欢这个细细的肩带，非常的 delicate。对我来说，反而这个包更有90年代的味道，它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港剧里时髦的都市女性会背的那种包包。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制作这种风格的包了，那种又简单又知性又优雅的风格实在是很难找得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很难得。虽然它很 sharp， 但是有一种复古的气质，质感和做工都非常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些 The Row 的其他的经典包款。 Half Moon The Row 的非常具有标志性的经典作品之一，我觉得它和香蕉包的设计理念很像，本质上是一个很简单的结构，但是多了一点俏皮，使用的是光滑的牛皮，简单洒脱。以前只有黑白，后期陆续出了不同的棕色。它是一个可以单肩背的小包，可能不太能装得下东西，相当有都市感，搭配简简单单的衣服就可以。我个人觉得它比大部分的腋下包多了一种态度，可塑性非常强，你是什么风格的人，它会跟着你的风格走。Park Totes 有横版和竖版，横版的小号真的太可爱了，特别的日式风，手感超级好，非常适合随身东西比较少的人来日常使用。中号和大号则更适合东西比较多的人，或者上学、通勤、出游，装文件和电脑都很方便，超级实用和经典。竖版也有3种尺寸可选。Park Tote 大部分用的是荔枝纹的牛皮，所以它比较抗造，这也很符合它的设计用途，就是用来成为你的生活帮手的。这个刚出来的时候我超级想买，但已经有了 Celine 的水桶包，我觉得它俩太类似了，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如果让我现在来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择 Park Tote， 但那个横版的小号依然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最近竖版的 Park Tote 出了 Belt 版本，肩带是可以调节长短的，而且增加了按压纹理牛皮的选项。如果你想要一款实用、百搭、easy to use、essential 的日常包包，我非常非常推荐 Park Totes。 Sophia， 我觉得它会成为或者已经成为了 The Row 的另外一个经典。原版设计是一款大翻盖的手提包，使用光滑娇嫩的牛皮，有3个尺寸， 8.75 小巧玲珑，像个玩具， 11.75 真的太帅了，很大女人，更加的飒爽。10寸和它比起来更加温柔典雅一点，真的很奇怪，这2个尺寸差的也不多，但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一开始我对 Sophia 挺无感的，我觉得那个扣有点突兀，但是看到实物之后就被它征服了。大大的翻盖使用起来手感特别好，内部的皮超级细腻，质感和设计都很棒，有2个隔层和1个拉链隔层。和 Margot 的洒脱方便相比，当你需要从 Sophia 里取东西的时候，需要完成打开扣子、开盖、拿东西、盖盖、扣扣子等一系列步骤，所以它是比较慢的节奏，更加正式、古典、优雅。相应的也解释了为什么 Sophia 使用的是光滑的牛皮，如果用有纹理的皮，那肯定不会是这个感觉。The Row 后期又推出了同系列的钱包、斜挎包 Crossbody Bag 和单肩包 Shoulder Bag。Crossbody 目前有3个尺寸可选，它的内部设计比较简单，就是一个空间。我个人并不是这个款式的粉丝，总觉得他们是为了出一个 Sophia 的斜挎包而出了一个 Sophia 的斜挎包，没什么意思。但是他们后来又推出了 Shoulder Bag， 我觉得是 Crossbody 的进阶版，
目前有2个尺寸 8.75 和10寸。Crossbody 和 shoulder bag 的主要区别在于内部构造和肩带的设计。Crossbody 只有1个空间， shoulder bag 有2个隔层分区。Crossbody 的肩带穿梭在包包的内部，可以调节长度。Shoulder bag 的肩带是一个圈，串联在包身外部顶端的2个金属穿孔中，无法调节，但可以选择单条或者折叠，也就是可以单肩或斜挎背。因此，无论从设计还是实用性来讲，我觉得 shoulder bag 都是更好的选择。整体上来说，虽然我一直觉得 Sophia 还是作为手提包比较有味道，但相对于手提包的古典， shoulder bag 则多了一些现代感，所以这2个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可以成为另一个衣橱经典。还有一个非常新的新款 Nina， 超级干净利落的线条，使用有光泽的光滑牛皮，有2个手柄，4个小角，里面还有一个小袋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它应该是 The Row 第一款比较大的拉链包，无论是外形或是功能，我都超级种草这一款，我觉得特别帅。它会让我想起爱马仕的 Bollé， 但是我觉得它俩的风格不太一样， Bollé 更适合阔太或者比较休闲的场合， Nina 则更适合职业女性，请所有女强人、女高管都看到这一款好不好？它目前只有1个尺寸，大概 11.75 寸，所以更适合大女人的范儿。我还蛮期待这款能出更多的尺寸，看会不会营造出不同的气场。Dahlia Baguette 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包款，线条硬朗利落，构造非常简单，1个拉链1个空间，使用光滑或抛光的牛皮，有标志性的超细肩带，形状是扁扁的，可以作为腋下包或手拿包。我有见过实物，它非常的飒，适合比较正式的穿搭或场合，和休闲服则不是那么的搭，是一个非常有态度、雷厉风行的包款。Envelope 经典的信封包，使用光滑牛皮，配有可拆卸可调节的长肩带，内部有多个隔层，简单明了，小而强大，很类似 Walk 但没有卡槽，可以斜挎或者去掉肩带当做手拿包。最近新出了较大的尺寸，肩带变短，可做单肩包。除了光滑的牛皮和 Park Toe Belt 相同，也出了有按压纹路的皮质。我不知道他们推出这个皮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因为有人抱怨小牛皮太过娇嫩吗？还是单纯从设计的角度考量？我会喜欢 The Row 的皮质，就是因为它的自然质感。这个皮不知道会不会有塑料感，还蛮期待去看一下实物。但对于怕刮花牛皮的顾客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信封包是非常典型的，废话不多说，直接 does the job 的类型， chic 又实用。这2个尺寸都是我特别看好和心动的款式。The Row 的产品的优缺点，从我个人的了解来说，无论衣服或配饰，质量都极其出色，能带来很高的使用满足。极简不是一种潮流，而是一种习惯和生活方式，它能够让人相对的保持清醒，发现往往会被忽视的东西。The Row 的风格是超级极简，但并不简单，因为有很多心思和细节在里面，所以对于注重细节的人来说， The Row 的作品会像一件艺术品，相应的它就不容易过时，因为从来也不是流行的，可以从20岁用到100岁。我认为它们是很好的 investment pieces， 倒不是指2次售卖的价格会很高，而是它们的实用性和完美的细节会在你每一次使用时都带来巨大的愉悦感，而且会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回报。除了贵，我看不到有什么缺点，但这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明白有很多人质疑他们有没有 overprice， 我推测有3个原因。第一是因为看到过没有那么贵的时候，
见证了比较大幅的涨价，所以心有不甘，比如我。第二是可能因为对这个品牌不了解，为什么突然来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品牌，这么大胆的标价，它凭什么？第三，和眼花缭乱的风格不同，他们的设计都非常简单，如果不仔细观察了解的话，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不就是一张皮缝了几针吗？凭什么卖这么多钱，是不是？我最不喜欢我的客户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么贵？通常我都没法解释，原材料、工艺、创意、人工、时间、运输等等等等，它肯定有它的道理啊。因此我推测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好奇性的质疑，而不是不认同的质疑，所以就会出现喜欢和了解的肉的人就特别认可，不熟悉的人则因不了解而产生疑惑。高价和平价的基本款相比，如果存在有什么不一样的疑问的话，其实很简单，各买一件穿一下就比较出来了。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讲，确实是会不一样的。即便都写着100% cotton 或100% cashmere， 质量可以相差万里。魔鬼都藏在细节里，细节都藏在看不到的地方。如果高阶品牌能把质量和细节都提升到和 The Row 一个 level， 我不相信他们还是卖原来的价格。除此之外，我也不否认，贵的衣服在提供好的穿着体验的同时，也会提供积极的情绪价值。它在提醒你，你值得。相对于10年换10件质量差的 T 恤，我还是倾向于10年穿1件质量好的，所以我认为这种投资是值得的。在成为 The Row 的粉丝之前，我已经下定决心，除了爱马仕和 Chanel， 其他所有的品牌的包都不会再考虑和购买。我推测那个时候，除了对他们某些款式真正喜欢之外，更多的考量可能还是因为这俩比较值。不管买了多少其他的包，还是会想要这2个所谓的金字塔尖的包，那买其他的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 The Row 的出现改变了我的消费轨迹，让我意识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也让我去思考凭什么为了2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它们只是众多品牌中的2个选择，能让人产生敬仰，也不过是因为他们自己把自己架在了那个高度而已。我没有必要画个圈套牢自己，我也没有心思去参加他们的游戏，所以爱马仕的坑还没入就出来了。还有一个变量就是 Chanel 的产品质量出现参差不齐的状况，光我自己亲眼看到很明显的瑕疵就很多次，完全对不起标价。而且他们更新换代非常快，我想要的包基本都买不到，所以就随缘吧，碰到喜欢的才会买。改变我的心路历程的主要原因还是落在了 The Row 的设计和质量上。他们的产品我能感觉到不是为了应付公式而完成的，从设计到生产，大家都是在认真的做一个作品。我在里面看不到其他品牌的影子，甚至看不到他们自己的影子。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的巧思和魅力在里面。他们不需要使用 logo 或其他标志性的东西把个体串联起来，我们可以单纯的去欣赏产品本身。我非常不喜欢有大 logo 的东西，在其他产品质量很好的品牌中，也很难找到那种看不出来是什么品牌的商品。我不太喜欢那种的，很像在给人贴标签。有大 logo 的话，这个东西就被限制住了，它身上其他的东西就被有意或无意的掩盖了。我要买的是一个作品，不是让你给我一个身份。The Row 低调的去 logo 化也是我喜欢他们的一大原因。相对于它的什么什么是什么牌子的状况，我更喜欢它的那个什么好漂亮，是从哪里买到的这种状况。如果某一天他们变成了这样，那么就
Sayonara。我觉得 The Road 代表了一种风格和态度，而不仅仅是一个品牌。他们是我最期待看到新一季作品的品牌。很多其他的牌子就那几个元素，换汤不换药。极简的东西几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要完全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还不能很乏味。我相信这个过程是很难的。现在市面上很少见这种有深度的极简和高品质的组合，我很感谢他们的存在，所以我私心真的非常期待他们能够走得很远，创造出更多很棒的作品。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见。